她跟男朋友在一起6年了，男朋友却不要跟她结婚，你好可怜哦。他们有问过我，但是我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他们的视力是好的吗？是正常的。老师，那我可以问你，就是那你结婚之后，你有后悔过吗？我的天哪，我老公是会看这一集的节目的。Hello，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我是你们的沈老师。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每次老师找来宾坐在床上纯聊天。今天的来宾是欧阳。嗨，大家好。欧阳又回来了。这次她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要跟大家商量一下呢，因为呢，她跟男朋友在一起6年了，男朋友却不要跟她结婚，你好可怜哦。你想跟你男朋友结婚吗？很想。那为什么他们那么不想？他喜欢上别人了？没有啦，没有，他是一个非常专情的人，我非常确定。那为什么他不想跟你结婚？可能是他觉得我们两个现在还不算太老，他们是年轻，他们才20几岁，才26岁。对，所以可能觉得，可能未来我们可能各自每个人的理想可能都会不太一样，或是我们目前对于人生的规划还没有一个定案，就有可能。你们两个人相处了也6年了，这些理想或未来的愿望，不是应该两个人共同去让它完成达标的吗？那你们现在已经在一起6年，反正这个感情看起来应该还要继续走下去啊。是啦，所以结了婚应该是好事吧？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结婚可能是某种绑定吧。对啊。那你为什么你要绑定？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是一个蛮注重，一方面是一个仪式感，然后就觉得人生到了一个岁数，就需要有一个新的里程碑。然后另外一个，我也是觉得结婚的话，就是一个承诺，然后跟一个责任。然后这件事情是我从很小就一直想要去追求这份承诺，所以我就觉得，我人生要结婚。其实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那两个家庭会互相给你们支持啦。你们要是感情中碰到任何问题，也不是光是两个人小两口的事了，变成两个家庭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对一段感情是有很正面的结果的。那你如果要结婚的话，你们两方家庭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我男朋友他那边的话，是他妈妈知道。他妈妈知道我们两个的关系，也知道我这个人的存在，我们有一起吃过饭什么的。但他爸爸好像，我不确定他妈妈有没有跟他爸爸说，但可能目前是应该还不知道的状态。他爸爸妈妈是正常婚姻的状况下，是正常婚姻的状况，那一定会讲啊。如果夫妻间连这都不好讲的话，那夫妻间要聊什么？可能啦，因为他爸爸以前其实是在越南工作，然后后来近几年才回到台湾。我猜妈妈应该会跟爸爸说，不过是你们还不确定就是了。我还不确定。那你自己的爸妈呢？我自己爸妈是我妈知道我有这个朋友，但她不知道我跟他的关系。我爸妈其实应该算都还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 gay， 他们有问过我，但是我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他们的视力是好的吗？是正常的？你说很明显还看不出来吗？蛮明显的嘛。对啦，他们很积极的在问我，所以你一直闪躲。对，你闪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很难以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因为像我爸就会很积极的一直问说，你不用开口，你只要点头就好了。可是那个压力很大，就我其实不知道他们，我跟你讲，我爸妈他们是一个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很开明，但是他们其实内心有很多自己的小剧场的人，所以我很怕我一讲出来，他们就会受伤或怎样。我觉得你讲出来，让他们一点时间消化，就他们一直在问你，表示他们已经都有心理准备了，所以他们已经有准备接受这个结果，所以给他们时间发酵一下，然后就会有好的结果。因为你爸爸妈妈都很支持你啊，这倒是真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啦，朝结婚这条路走，真的还有一些困难。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必须知道彼此的困难，跟设一个目标，否则你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已经6年了，你们还能在一起，就是维持这样的关系，要维持多久？也是，我给你的建议是，我觉得两个人应该坐下来好好谈一下你们的未来，包括说他对事业的不稳定性，跟你想结婚的这件事情，然后你们定一个目标，可能3年5年之后，慢慢要朝结婚这条路上走。可如果他连这个都没兴趣的话，你可以做一个打算说，到底要继续跟这个人漫无目的的往前走，还是说应该要先结束，然后你要朝一个跟你比较想有共同未来的人一起生活？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讨论跟在聊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对于这件事情都保有一个
弹性的空间，就彼此也没有说死。例如说，就像我说，没有说真的就是一定非结婚不可，但我会说这是我的理想状态。那他自己是说，他也没有说可能真的不结婚，只是他现阶段的他不想。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交换想法。目前给自己彼此的，因为我们年纪差不多，所以我们给彼此的大概那个界限大概是到30岁，然后在30岁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认真的来思考这件事情该是要怎么做，看是要持续下去，然后还是要真的有结婚的打算。那如果没有结婚的打算，是不是就要分开这样？对，欧阳，我觉得你要决定就是到底结婚这个仪式比较重要，还是说你跟这个男人能够长久的交远比较重要？你也要做一个选择。因为毕竟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要做就可以做得到的。偏偏是结婚这件事情要2个人才能做。我跟我老公也是，其实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以后，他也是认真的想了3年之后，然后我们就考虑要结婚。所以结婚要靠一股冲动啊，就是2个人好好想过之后，然后有一股气，就是把这个事情给做了。老师，那我可以问你，就是那你结婚之后，你有后悔过吗？我的天哪，我老公是会看这一集的节目的。我觉得婚姻是要维持的啦，就是不像你们想说王子公主就从此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夫妻间难免会有一些争执啦，或者是有一些觉得走不下去了。可是2个人只要一起努力，认为说2个人在一起很重要，一起去维持。其实我觉得在婚姻这条路，我们能够结婚20多年，其实我觉得我老公花的精力是很大的，维持我们的婚姻到现在。欧阳，你知道结婚前跟结婚后的差别在哪边？我就说实质上的差别。没有，我没经验啊，我不知道。其实对我来说，跟我老公结婚以后，我觉得我们缴税方面真的是方便很多，就是夫妻可以合并申报。那我们也结了蛮多的税的，我觉得很实际的这一点。那另外就是像我跟我老公现在都已经中年人了嘛，那我们也考虑说，比如说我们的遗产的计划啦，然后我们万一身后这些要怎么照应。其实如果你不结婚的话，像现在去医院探视啊，什么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你们年轻人可能对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的切身，好像很严重的事情。可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说，结不结婚真的差蛮多的。所以你们的未来是可以好好的考虑。那另外孩子呢？你没有想过孩子的问题吗？有，这个也是，就是他跟结婚是对我来说是被绑在一起的啦。就是因为像我，就是结婚之后，我自己就会是想要有小孩，所以我会跟他提这件事情。那他刚好也就是他目前不想结婚，然后也不想要小孩，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怎么讲？非常有点算没有到极度，但他就是非常不想要有小孩的一个人。然后后来我们还甚至因此，然后我们2个有一起去报名一个那个就是义工活动，就是带小孩活动。对，然后后来发现他根本就是个大灾难，他完全不行，他对小孩子完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不知道怎么跟小孩相处。可是这是可以学习的吧？很多异性恋男生也不知道啊。对，我就跟他说，很多的事情都是第一次，就是可以学习的这样子。我觉得在小孩的议题上面，我跟我老公也有，就我可能是比较稍微积极要想要小孩的人，他对小孩是觉得可有可无。所以我们后来也是决定就没有小孩了。所以我觉得结了婚以后，其实蛮多生活上的琐事可以共同的讨论，就是毕竟是你们的共同的目标嘛。那确定结婚之后就可以共同往一个地方前进。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结婚是个选择啦，要看你们这是不是适合你们2个的需求。也许你们感情现在还没有这么的稳固，就是未来还蛮懵懂的。对，所以也许真的还在给彼此一点时间。我觉得未来你们的目标跟2个要怎么走，还有蛮多变数的。也许经过那些变数之后，给彼此一点时间再决定。因为如果2个分隔两地，或者是工作差很多，也许结婚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不过祝福你啦，你们现在刚好交往6年，然后7年之痒应该是所有关系中非常重要的1年，所以未来的考验还蛮多的。老师现在这边祝福你们一切顺利，然后用最大的耐心跟爱心去包容彼此。老师可不可以现在请你挑战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不可以利用我们的镜头啊，你当你的男朋友在那边镜头那边看节目的时候，就对结婚的愿景，你有想跟他说一些话？我要先真的很感谢你，感谢他，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一个有时候情绪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人，可是我真的包含我以前可能就是交往过的历任，就是他是我一个，你是我唯一一个最可以包容我，然后并且是一个就是很随时随地都很关心我需求的一个人。好，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好像跟你在一起，就好像是真的是遇上一个对的人，再也不想分开。我的最终目标的理想还是希望我们可以结婚，然后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保障跟一个承诺，尤其是可能等到我们年纪大老的时候，要是有一些可能文件需要签的，我们是可以帮助彼此的。但如果真的不想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你才是我最重要的那一个人。所以无论如何，就是希望接下来遇到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讲得太好了，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如果喜欢的话，别忘记帮老师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每个礼拜都有直播，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现在老师要跟我要玩一个游戏喽，喝醉酒。喝醉酒，今天老师本来要跟欧阳真的来喝酒，可是他骑车，所以呢，酒后不骑车不开车，也是我们喝水，好不好？这样我问的问题呢，如果你有做过的话，就喝一口。偷看过男友的手机，以后都会一直自己拍过 G 片自己看，真假的？网上约人故意不赴约，哦，没有，裸泳，哇，和不知道名字的人发生关系，老师你快喝完了。在游泳池里面尿尿，没有，我也没有。好恶心，我不敢想同志象。朋友们，都在自己点，我这同志朋友们都在同志点，我相信世界会更好。今天观赏，拜拜，拜拜。沈老师跟你完全是一样的，沈老师也是从年轻就很想要结婚的人。最大的差别是，你的家人都会进来干涉的，干涉也许不是好词，就是家人都会互相影响到。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当爸爸，那前面不会有经验，很难这样讲啦。但就是对啊，就是除了结婚是我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之外，我另外一件事情想做的，我也是想要去国外可能生活一段时间看。但是我们想要去的地方跟想要去进修的内容不一样，所以意味着我们两个可能就算出国也会去不同的国家，然后我们可能会。